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進行一場非常硬核、非常深度的地緣政治拆解。我們今天分析的核心文件是巴勒斯坦前總理穆罕默德·史泰耶博士在紐京辯論社的一場獨家專訪。在接下來的10幾分鐘裡，我會帶領大家暫時把情緒與道德的表象放在一旁，專注在實務層面去剖析這場百年衝突背後那些隱藏的地緣政治依賴機制以及極度不對稱的權力結構。我們經常在國際新聞上看見衝突，看見火炮，看見無止境的抗爭，但其實從戰略分析的角度來看，真正的博弈往往不是發生在戰場上，它發生在談判桌底下，發生在水管的開關上，甚至發生在稅收的賬本裡。這是一場教科書等級的戰略復盤，對於我們理解國際政治中強勢方與弱勢方如何進行資源與心理的極限博弈，非常有幫助。大家準備好跟着我一起進入這場邏輯的推演了嗎？為了讓大家能清晰地掌握整個局勢，今天我們將這場拆解分為5大戰略板塊。第一板塊，我們會先確立不對稱的現實；第二板塊，深入探討經濟控制的機制；第三板塊，轉向內部分析權力的囚徒困境；第四板塊，拉高視野來看外交博弈的棋盤。最後第5板塊，我們會推演出人口結構作為終極的談判籌碼。整個脈絡會從最微觀的經濟與資源壓制，一路談到最宏觀的戰略反撲與歷史推演。大家只要跟着我的邏輯走，我們一步一步把這個看似無解的結給解開。首先進入第一部分，不對稱的現實，也就是所謂的過渡期的幻象。史泰耶博士的背景其實非常特別，他不僅是一位政治人物，更是一位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技術官僚。因此，他看問題的視角有着非常強烈的結構性與數據邏輯。在專訪中，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叫做非正常狀態。我們試着想象一下，對於生活在被佔領區的人民來說，自由的上學、通勤不用經過武裝檢查哨，這些我們在台灣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常，對他們而言卻是遙不可及的奢求。裝甲車開進城鎮廣場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在這種極端不對稱的背景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戰略焦點其實早就從單純的街頭政治抗爭，轉向了試圖打破現狀的經濟與結構性反抗。我們把時間軸攤開來看，這背後承載一個深層的政治學邏輯。1967年開啟了佔領與依賴的時代，隨後在1993年各方簽署了著名的奧斯陸協議，並且成立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請注意這裡的關鍵詞，自治政府。在當時的設計中，這完全是一個為期5年的過渡性機構。原本的國際計劃是，到了1999年，這個過渡期就會結束，巴勒斯坦將迎來真正的國家獨立。但現實是什麼呢？這個獨立的期限徹底落空了。時間快轉到2025年，局面依然陷入無解的僵局。自治政府被困在一個長達20幾年的無止境迴圈裡。這就是國際政治上非常殘酷的過渡期幻想。過渡期這個概念原本是為了給雙方時間解決問題，現在卻被強勢方武器化了。它變成了一種拖延真正獨立、固化現有權力的戰略工具。歷史上的相似案例不斷告訴我們一個鐵律：當一個暫時性的條約缺乏明確的外部強制力與違約懲罰機制時，佔有絕對優勢的一方永遠有足夠的動機去無限期地延長這個對他們有利的暫時狀態。重點來了，理解了歷史的框架後，我們進入第2板塊，經濟控制的機制。這就是國際博弈中最核心的依賴槓桿。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理論，叫做依賴理論。很多人以為所謂的佔領就是每天派軍隊在街上巡邏，但實務上最高明的控制是不用開一槍一彈的。對手是透過高度整合，甚至吞噬巴勒斯坦的基礎經濟，強制制造出一種寄生性的依賴關係。根據專訪中的數據，巴勒斯坦有高達85%的進口商品必須來自以色列。這代表什麼意思呢？這代表你的民生咽喉完全被掐在別人手裡。資料更進一步指出，系統性的土地徵收政策帶來了一個極度龐大的副作用，它將高達20萬名巴勒斯坦人硬生生轉變成了一支受到高度控制的廉價勞動力大軍。
這個邏輯其實很簡單，卻非常致命。當農民失去了賴以為生的農地，當生產資料被剝奪，人民要怎麼活下去？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進入對手的就業市場，成為依賴對手施捨工資的勞工。這就是透過剝奪生產工具來制造勞動力絕對依附的經典戰略。在這種機制下，弱勢方從根本上失去了經濟自主權，連談判的底氣都被抽乾了。經濟控制只是一環，我們再來看資源管理上的極端不對稱。水資源的分配成為了另一種強大且致命的控制槓桿。大家知道巴勒斯坦人每天被分配到的基本用水量是多少嗎？存在着極度嚴苛的限制，每人每天只有區區的75公升。75公升聽起來或許沒什麼具體的概念，對吧？我們馬上用科學的數據來做個殘酷的對比。根據訪談提供的精確資源盤點，整個區域的水資源總量為8億5千萬立方公尺。在這塊大餅中，以色列方面掌握了絕對的分配權，直接拿走了6億2千萬立方公尺，而留給巴勒斯坦人的配額被壓縮到只有1億2千萬立方公尺，這就導致了剛剛提到的結果。巴勒斯坦人每天的平均用水量被嚴格限制在75公升。我們來參考一下世界衛生組織頒布的標準，一個正常人維持基本健康與衛生的需求是每天120公升。巴勒斯坦人的用水量遠遠低於這條健康紅線。大家可以試着思考一下這背後的連鎖效應。這種資源分配的懸殊差距不僅僅是口渴的問題，它從根本上鎖死了整個社會的發展潛力。沒有足夠的水，就絕對發展不了農業；沒有農業，就無法達成糧食自給自足。糧食無法自給自足，最終就只能加深對外部進口的依賴，又繞回了我們剛剛提到的經濟控制死結。這是一個完美閉環的戰略壓制。除了勞動力與水資源，另一個極端手段是金融體系的武器化。目前有高達130億新謝克爾的資金遭到扣押。大家要知道，這筆錢不是什麼國際援助款，這些是以色列依法代為徵收的巴勒斯坦稅收，這本來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錢。扣押這筆巨額的稅收資金，等於是直接癱瘓了過渡政府獨立運作的基礎能力。大家想一想，一個政府如果沒有穩定的財政收入，要怎麼支付警察的薪水？怎麼維持醫院的運作？怎麼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務？答案是完全不可能。對手透過控制金流的源頭，精準地掐住了自治政府的咽喉，讓他們永遠處於一種半死不活、勉強能維持治安，但絕對無法發展壯大的狀態。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前面我們花了很大的篇幅拆解了外部那種令人窒息的強大壓力結構。面對如此強大的外部敵人，內部總該團結了吧？這就引導我們進入第3板塊，我們要面對一個非常殘酷的內部現實——權力的碎片化。這是一個標準的內部囚徒困境。歷史上有一條不變的鐵律：分裂的民族絕對無法取得勝利。法塔赫與哈馬斯之間持續僵持、屢屢破局的和解嘗試，成為了巴勒斯坦在對抗外部壓力時最大的內部戰略消耗。為了解決這個囚徒困境，達成實質的內部團結，石泰葉博士在訪談中提出了幾項非常嚴格但絕對必要的原則。第一，各方必須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唯一的合法代表。要知道，巴解組織花了整整56年的時間才獲得全球的認可，這是一筆極度珍貴的外交資產，絕對不能因為內部派系的鬥爭而輕易浪費。第二，必須接受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的兩國方案，並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第三，全面接受聯合國相關決議與國際法規範。在不對稱的衝突中，武力比不過別人，國際法就是弱勢方最強大，也是唯一的合法盾牌。最後一點，也是最困難的一點，必須解散所有獨立的民兵武裝。在政治學的定義裡，一個正常的國家必須擁有對合法武力的壟斷權，將所有武裝派系整合進單一的國家安全結構中，是建國的絕對必要條件。而且石泰耶博士強調，
這個整合的過程必須出於自主，絕對不能屈服於美國或以色列的外部干涉。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哦，解決了內部的邏輯，我們要把視野拉高，切換到宏觀的外交層面，也就是第4板塊，外交博弈的棋盤與正常化遊戲。弱國無外交，這句話在這裡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過去幾年的區域外交上，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在戰略上發生了巨大的轉向，他們將原本堅持的以土地換取和平的談判典範，悄悄地轉變為了以和平換取和平。從巴勒斯坦人的視角來看，這是一個巨大的戰略背叛，因為這些阿拉伯國家在簽署正常化協議後，並沒有為巴勒斯坦爭取到任何實質的回報與讓步，這讓巴勒斯坦瞬間失去了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區域談判籌碼。訪談中，什泰耶博士提到了一個非常生動的中東傳統寓言。故事裡有一頭白牛、一頭灰牛和一頭黑牛。有一天，獅子出現了，獅子先吃掉了白牛，而灰牛與黑牛選擇了袖手旁觀，以為這樣能換取自己的安全。但很快地，灰牛也被吃掉了。最後輪到黑牛面對獅子時，黑牛發出了這樣的感嘆：白牛被吃掉的那一天，其實我也被吃掉了。這個寓言精準深刻地解釋了地緣政治孤立所帶來的毀滅性骨牌效應。當區域鄰國在強權的壓力與利益誘惑下，紛紛與對手達成協議時，巴勒斯坦的防線就被各個擊破了。一旦唇亡齒寒，所有人都無法幸免。在外交戰場上，另一個陷阱叫做條件論。根據什泰耶博士的分析，國際社會經常把改革當作一個政治工具來進行談判。我們來拆解一下這些所謂的改革條件包含了什麼。對手要求巴勒斯坦必須先撤銷在國際刑事法院的戰爭罪指控，要求他們修改教科書中關於難民回歸權與耶路撒冷地位的歷史陳述，甚至要求他們在法律上主動承認對手國家的特定民族屬性。大家看懂這個博弈了嗎？這其實根本不是什麼善意的改革建議。真正的國家地位與民主自決權，被這些繁瑣且極具羞辱性的附帶條件不斷地拖延與綁架。改革這個詞彙在這裡被巧妙地轉化為一種阻擋建國的緩兵之計，讓弱勢方永遠處於一個你還沒準備好的被動狀態。我們再用一個實例來檢視這種國際干預。之前，美國川普政府曾提出一個名為加薩國際過渡機構的計劃，這個提案在專訪中被嚴厲批評。我們從戰略邏輯上來分析，這項計劃本質上是將加薩走廊視為一個可以被切割、孤立的房地產開發項目，並企圖將其置於另一個無止境的國際過渡委員會管轄之下。這種做法的危險之處在於，它實質上剝奪了巴勒斯坦人最終的國家主權，把一個民族的家園、一個嚴肅的政治與歷史問題強行降級成為一個技術性的基礎設施托管案。這等於是讓巴勒斯坦人永遠在各種不同的管理委員會底下苟延殘喘，永遠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我們繼續聊下去。前面講了這麼多外部壓制與內部困局，竟然短期內看似充滿絕望，那麼破局的關鍵到底在哪裡？這就進入了我們今天的最終章第5板塊，人口結構作為終極的談判籌碼，這也是他們最可靠的時間盟友。在國際關係的長期博弈中，弱勢方最大的武器往往不是飛彈或坦克，而是時間。巴勒斯坦人手中最大的且無法被剝奪的長期戰略資產，其實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長與時間的推演。我們來仔細分析一下專訪中提到的關鍵數據意涵。在長期戰略中，人口往往決定了國家的邊界，甚至決定了政權的合法性質。目前我們站在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上，根據精確的人口統計，在整個歷史上的巴勒斯坦領土範圍內，巴勒斯坦人的總數已經來到了740萬人，而統一區域內的以色列人總數大約是720萬人。這是一個極具震撼力的交叉點。自1948年以來，這是歷史上第一次740萬的巴勒斯坦人在絕對數量上超越了720萬的以色列人。這項人口數據的逆轉帶來了核彈級的政治意涵，它向全世界證明了一件事：無論資源被怎麼封鎖，只要人民還在那片土地上繁衍，時間就是他們最強大的盟友。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第一，
經濟與生存資源被高度武器化，形成結構性依賴；第二，內部必須克服權力碎片化的囚徒困境；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人口結構正在從根本上翻轉整個地緣格局。這引出了一個非常尖銳且發人深省的歷史對比。如果國際社會繼續放任兩國方案被徹底破壞，那麼人口的現實最終將會迫使整個局勢走向單一國家的劇本。而在這個劇本下，一個720萬人的少數群體去統治一個740萬人的多數群體，這將會把一場原本的民族解放運動直接轉變成對抗種族隔離政權的民權鬥爭。在政治學上，我們稱之為南非化。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專訪揭露了非對稱戰略的現實。當經濟與外交被全面鎖死，巴勒斯坦的破局關鍵在於內部力量整合與人口紅利。歷史證明，過渡期幻象無法帶來和平，唯有直面結構性不平等，將時間化為盟友，才能在絕境中累積逆轉的籌碼。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